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跟他3个月就闪婚了。我本以为我等了30多年，终于找着适合我的男人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他结婚以后跟我期待的完全不一样。他特别妈宝，过日子也让我感觉态度很敷衍，没有生活的激情。我又活成了一个强势的大女人，我真的太累了。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潘先生34岁，来自辽宁待业；胡女士35岁，来自辽宁，技术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里面说等了30多年，认为等来了一个他，是吧？对。啊，闪婚是吧？对，3个月就闪婚了。3个月就闪婚了。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啊。然后当时的我吧，也是大龄剩女，家里催的也挺着急。什么叫大龄剩女啊？就是30多岁了嘛。啊。然后那会儿我看他挺好的，特别有责任心，感觉相处下来特别能聊得来，人也不错。我就是挺相中他的，我就选择跟他结婚了。如今结婚几年？结婚4年多。有娃没？有一个女宝，3周岁。小片里说这是个妈宝是吧？她就是总听我婆婆的，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就是我整个怀孕期，从来就是没有陪过我检查过一次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医院做思维，然后排队，就刚排上5，他妈就打电话说她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就让她回去。我说那你妈身体不舒服，那你就告诉她现在陪我在这孕检。这个算妈宝吗？这怎么不算妈宝？我妈有病了，打电话不舒服，那我不第一时间回去吗？不是，你妈不是经常不舒服，不是说经常不舒服，那打电话了，那我肯定着急啊。再说了，你那个生孩检查那不很正常，哪个女的不都检查吗？那你从来都没陪过我，1次都没陪过，这一次是思维检查。那你好不容易陪我了，那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？我自己开着车自己去，每次都是。那这次我当然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啊。那不是家里有事吗？那你妈又不是你一个儿子，还有你哥，他又不是说马上必须得住院那么严重。他不是没给咱哥打电话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当时告诉他我在这检查呢？没有那么着急吧？啊，不吵。他老，重点不在这儿啊，重要的是说为什么孕期那么长的时间？有很多产检的机会，你都没去陪。因为我的工作啊，是挺辛苦的，就是说特别熬夜，就是半夜1点2点就走了，第2天4、5点能回来。您什么职业？我是那个搞运输的。听明白了，第一怨气是说为什么在我孕期的时候你对我照顾不好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从来没陪过我。这个人家也说了，这个不是妈宝，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，跟妈没关系。不能说妈打个电话。那怎么没有关系？平时家里有聚会，我婆婆打一个电话，就回去聚会，从来不管我们有没有时间，也不考虑我愿不愿意，然后就各种聚会，过年也是提前老早就把我们叫。这个事儿你觉得你做的对吗？这事儿啊？怎么不对？过年第1年回家过年你是怎么做的？你做到了吗？早上起来过年我们应该是做饭做菜吗？我们都在那个忙，你找不着人了。当时你不是说家里没有那个调料吗？让我去买。等吃饭的时候你也没买回来呀。你让我去买调料，那吃饭时候我回来了，我怎么没回来？那我给你打多少电话你也不回来呀？那我不是说了吗？在家里吗？我不是说在家有事儿吗？我姐回来了。你第1年在家过年应该是在我们家过年，还应该在你们家过年呢？那正常是在你们家过年，但是我们2家离得很近，那我就回家待了一会儿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关键到吃饭了，你都还没回来。我怎么没回来？我回来了。啊，行。都够配合你们家。不是理解不了是吧？对。啊，是在你们小家聚会是吧？对，在我们小家。平时吧，我婆婆经常喜欢聚会，但是这次是过年，
我不是因为说特别烦过年不融入在一起，但是当时的我确实是因为我姐回来，我特别高兴，知道，人家又很近，回去唠上两句。特殊时候的特殊心情，对，其实过了也就过了，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坐月子。坐月子，我觉得这女人一生都不能忘的一件事啊，月子就是我觉得很伤心。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当时就是我父母家里有状况，就是照顾不了我。然后我婆婆有病，然后我公公一个男人，他身体当时也不好，也没有人照顾我，没有办法，我让我比我小10来岁的妹妹。那咱嫂子没照顾你吗？你嫂子是来了，但是嫂子她不可能这1个月天天在这照顾我，人家还有一个宝宝，才比我的孩子大1岁，又不是每次来都给我做饭。再说她要天天在这照顾我，也不好意思呀。就是我坐月子啊，就是从来没有说半夜来帮我照顾孩子，然后平时给我做点小米粥啊，然后下班回来就是特别觉得心疼我，觉得就是需要那种老公对媳妇儿那种爱。从来没有体会到，我就觉得我可能早你比我小，好像什么都是我忍让你，我觉得心里特别委屈，你知道吗？坐月子第1天晚上，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，我虽然年龄大，但我生孩子我也没带过呀，我抱回来一直哭。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家里第1天的温度各方面都不适应，整许哭，抱在身上得来回走才不哭。没办法，我也跟着哭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时的他吧，确实上夜班，没有反应，始终我没有叫他，他就翻来覆去。其实他都根本没睡着，这孩子哭声那么大，他翻来覆去的，翻来覆去的，就根本就没有起来。你就应该起来抱一抱孩子，从来就是没有。我特别伤心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晚上我上班，我2点钟就走，很累很累很累。那你起来抱一抱啊，说哎呀，小雨，我当时以为你在那儿，或者是咱老妹儿在那块儿了，我就没想那么多。你没想那么多，那你不考虑孩子，你考虑我呀？你就不能因为这点事你天天对我这样式吧？不，我想问一句啊，就月子里他抱过孩子吗？就是后期抱过1次。啊，只抱过1次，就没有抱过，就是他不敢上手，他说孩子太小了不敢。月子里给你做过饭吗？也没做过，因为他加班几乎就睡觉。他到底是几点的班啊？凌晨2点到几点？因为我这个他都不是固定的，每天计划都不一样。有的天天要上是吗？天天要上，1个月多少休息1天2天。听懂了？那你不能就因为这一件事啊？你看你这年对我什么态度啊？跟你说话也不搭理我啊，除了骂。你饭也不做，地也不拖，衣服也不洗，他哪有时间啊？这娃谁在带啊？我们带。你自己带是吧？对，我自己带。那他哪有时间啊？现在我这个不仅仅是带孩子，我要工作。现在是他连工作都辞掉了，就是之前他这个工作还干着，然后后来1年半多吧，我婆婆去世了。从我婆婆去世以后，他几乎就没有工作，就不干了，什么都不干。为啥？觉得太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哦，那休息就休息呗，你就在家带孩子，他就出去工作不就完了吗？换一个分工吗？我就说这意思吗？他就有点受不了了。1年多，快2年了，都是我一个人去工作。带孩子，他也带的也不好。有一天我下班下得早，我说我去接孩子。我上学校门口接上孩子的时候，人老师告诉我了，说这2天气温下降了，给孩子准备一个外套，随时我们都要上外面户外。你也不给孩子穿衣服，然后那个头发吧，不给孩子扎。你每次给孩子去都披头散发的，那头发也不能扎。我早上走的时候天气可好了。天气可好了，那你把衣服给备上，那你就能。这个其实不是重点，就是他在家带孩子，你不满意是吧？不满意，我特别不满意。然后他在家，我心里也不平衡因为我觉得我找这么多年老是没有合适的，就是我觉得我的婚姻可不容易了。当我遇到他时，是我唯一这么多年心动有想法想嫁给他，但是呢。我没想到婚后我的日子过成这样，就把我过得可累了啊！就是其实心可累了。现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状态就是他在家里带孩子嘛，你在外面挣钱嘛。对。其实也没什么。他在家里这个除了带孩子你不满意之外，家务做不做呀？回家能不能吃口热饭啊？偶尔做，因为我上班这个点回来，有的时候他在那个带孩子。带孩子吧，要是能带好也行，孩子也带不好，还平时老聚会，只要叫他，
他就肯定去。那在家没有事儿，那我不跟朋友出去溜溜，那我天天给他带家宅着。那也不能总聚呀，夜不归宿呀。上次你那朋友从上海回来了，吃完饭了，唱歌也没告诉我我。喝多了，你不去接我，不知道去接我吗？我干嘛给去接你？我弄孩子，我怎么去接你？你不知道拒绝吗？人家回来了，又不是没有明天了。我喝醉了，我在那块睡了。睡了那你觉得你差不多了，觉得迷离了，都不行了，坚持不住了，那你就告诉你哥们儿，我那个得先回去了。你从来都没为我考虑过，你为我考虑过吗？你家大老远回来了，那我能说走就走了？他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他大老远回来了。这个不是重点啊。女生上来其实就把我们带到沟里了，说这是个妈宝，结果人家母亲已经不在了，对吧？谈不上妈宝。就是这1年也将近2年呗。其实说白了，现在就是生活状况最不满意的是，你觉得你老公的定位不准确嘛？不是你要的定位嘛？是这意思吧？不是我想要。我问问为什么还不工作啊？歇歇也差不多了。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我给他找了，通过朋友给他找个工作，然后他说他不能干太累的活，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联系，是那个保安。我寻思这活轻快呀，也是稳定单位。我这么年轻，我干保安，那不别人怎么看？那你就考虑别人感受，你自己温饱你都解决不了，你老考虑别人感受干嘛呀？怎么打算的呀？想干什么呀？打算想找一个稳定一点的，要不就让自己想做点什么。什么是稳定的？就有哪几个行业是稳定的？你举例一下，就是你这1年多你在学嘛和找的，给我们举个例，我们听听。这1年当中确实也没怎么找，实话实讲。自从他这1年对我的态度啊，发生巨大的转变。跟他没关系，就说咱自己。今天跟我们说说打算。没考虑，我以为他现在干着完，我慢慢找。啊，那说白了，现在您就是吃软饭的嘛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就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养着你？对。你付出的劳动是在家带娃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带娃应该是有工资的，是吧？我都这么觉得的。你现在这个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4、5千块钱。3口人，就靠您1个人挣钱啊？没有，还有，就是双方老人给点补贴。娘家1个月贴多少？能贴1000块钱吧。然后婆家呢？婆家贴。婆婆不在了，公公贴1000。公公贴1000块钱。这好意思吗？我跟他说的根本就说不通。你看他那态度，就是啊，等着老有合适的，等一等，等什么时候？不是那个时候啊。我就觉得生活过得可艰巨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所以我希望他出去找工作的同时，我也干一份工作。我并没有说让他挣多少钱养活我。是我对他要求可低了，能贴补点就行。对对，贴补点。所以当时你就是对他心动，是从哪个层面对他心动的呀？当时就是脑子一根筋，我看他，感觉平时挺执着的，然后对妈妈挺孝顺的，对我吧感觉挺真诚的啊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挺朴实的，然后觉得跟他过日子能踏实，就是。我不要求大富大贵，懂啊，然后就再直接说，看是不是这感受啊？这是一个想娶你的男人。哎，你这1年半在家里待着，有什么感受啊？感受就是，他对我越来越不好了啊，对我越来越差了。对呀，他也不是你妈，他怎么会养你一辈子呢？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待懒了，那他就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。我不想跟他过了。接着再问吧，如果不跟他过了，闺女儿跟谁嘛？我想是跟我。倒是减轻了很大一部分负担，少养活1个人嘛。危机重重，你别乐，我跟你说，人逼急的时候，那我活不下去了，我还考虑爱不爱的。他就感觉我现在心里还很爱他，只不过是脾气大了点，抱怨多一些。他老是那种态度，你看他的态度。你现在心里不是还是很爱他吗？我现在我不爱了，我为了柴米油盐的，我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好，听明白了，所以是想让老师给支招，对吧？对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结婚才4年半，已经看到头了。可当初为什么恋爱3个月就一头扎进婚姻呢？现在我感受到的是，这个丈夫离您的期许距离实在太远了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你确实不争气。婚姻它是一份责任，
您为人父，为人夫，我们说男人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在家里，如果一个男人撑不起一片天，一定被老婆和孩子都看不起。妈妈走了，当然伤心，但是这是你1年半不去工作的理由吗？是你自己的内心不想去工作。还有您刚才更可笑的是，说我这么个年轻人怎么去当保安呢？你为什么不能做？是你不想有责任，不想有担当吧？我真的听不下去的是，2个30多岁的小夫妻，竟然还要靠双方的老人接济。从这一点看，你并不孝顺。如果说男生不做改变，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分手散场。很简单，你给他3个月，3个月给他去找工作。如果你还再不去工作，我建议你早做打算，早离婚。这个刚才说女生当年是嫁给了爱情，一说这个呢，这眼泪也出来了啊。其实这个男生他没有变过，他始终是当初你喜欢的那个人，变的是什么？变的是环境。因为你喜欢的这个男人当年能够以一个年少的样子、真诚的样子、一个努力工作的样子站在你面前，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是他的妈妈。妈妈在的时候，他不敢不工作，他不敢就此就什么都不干，这样懒散下去。妈走了，他又退行了，退回那个小婴儿了。我什么都不愿意干，反正没人盯着我，我就老婆养着，对吧？孩子我随便一弄，披头散发送到幼儿园了，一点成人的能量都没了。所以你还别说当初什么他妈一不舒服他就跑回去看他母亲，那还真的是因为妈在，这个男人还站着，妈走这个男人垮了。所以你爱的那个人其实没有变，变的是环境。这个人应对环境的能力非常的差，怎么办呢？得是这个能够让他懒散的环境没了，他才有机会破茧重生，有机会蜕变一下，成长起来。所以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吧，让他知道他一个人过不了。他如果再不撑起自己的生活，没人要他。不是让你们离婚啊，我觉得他身上那些优点，所谓的真诚啊，这些都没有变。你回到娘家自己带着孩子，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断了他生活的依靠，我觉得他也不是个不好的人啊，只是由于这个母亲过世也好，从小成长经历好，走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把环境变一变，给他一次机会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谢谢。结婚的前提是能自立。
期望和幻想了。那个时候他在外面会出什么事儿？而你记着啊，人闲来无事，必生非。他既然拒绝用正常生活内容，比如说陪娃背儿歌呀，然后比如说接送孩子上下学、出去工作呀，他拒绝用这些内容填满生活，他就早晚会出别的事儿，这是个趋势。所以不妨现在带娃先回娘家一段时间，然后你仔细考虑一下，自己玩没玩够。既然你已经结婚了，既然你已经跟你的妻子有了一个宝宝，接下来你的生活应该用有趣的事填满呢，还是应该用有意义的事儿填满？我不知道我这措辞的区别，我讲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有意思的事儿不一定有意义，有意义的事儿肯定很辛苦，好吗？家庭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幸福。意味着幸福，还是意味着你需要为这个幸福去做一点什么事儿？你觉得和你形成一个家庭的是谁？是你父母，还是孩子、老婆？都有。你觉得你爸现在可怜吗？我觉得我妈不在了，我觉得她挺可怜的。那如果有一天你老婆走了，你觉得你可怜吗？可怜。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啊，没有什么关系是永久的。父母和我们的关系不是永久的，因为父母会先走。妻子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永久的，因为有一天他不爱你了，他也可以走。孩子跟你的关系也不是永久的，因为孩子他可以承认你是他爹，也可以承认你不是他爹。而对于你来说，所有的一切的关系是看你付出多少，所有一切的关系而不是写在纸上的，不是血缘所定义的。你付出的多了，关系又存在；你没有付出，关系又不存在。我很温和的来跟你说，我是希望跟你交流一下，因为你今天站在这边，你一直在那边笑，我看得出啊，这种笑其实是一种对抗。前面老师说的话，其实你一句都没听进去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？工作是为了对抗虚无。什么是虚无？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，这就是虚无。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去对抗这个东西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意义，你都不知道这一天怎么到来的，但突然之间，所有的虚无就把你整个人给吞没了。你待在家里面，你甚至可能连孩子你都懒得多去看他一眼，只是按部就班的把你要做到的几个动作给做完了，然后剩下所有的生活都是浑浑噩噩的，像行尸走肉的一样去度过。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错？你说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为你喜欢东西去付出什么吗？你说你家庭是要幸福，你为了你的家庭幸福，你有流下汗水吗？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意义嘛。家里老人的过世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。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突然之间给我打电话，他跟我说陆姐，我能跟你聊一会儿吗？我说我跟我妈吵架了。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，他和他妈很琐碎的事情吵架，然后聊到最后，他说我好想我爸。
不是孩子，这位孩子他爹，你得说话。我觉得你没说话难受吗？不也就过去了吗？憋一下过去了，这个生活就美好了。是非曲直就摆那儿都摆成那样了，老师那话都说成那样了，居然憋了。我觉得，你觉得啥呀？你觉得？赶紧干活去吧！你觉得？别出来啊！带着孩子就回家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哎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包红兄预测一下，男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错了却不承认自己错，这就是这样的男人，肯定是男出女不出。男出女不出，千万别出来啊！一定要努力挣扎。你要是出来以后，你就变宿主了，他就真变寄生虫了。坚决别出来，努力挣扎到底。我觉得有可能双不出。啊，也有可能。来吧，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会不会双出，然后所有人高血压，然后毙在现场？这个我问一下，你出来算不算表个态？打算穿着保安制服去接去？算是表态是吧？啊，行。有什么跟你媳妇儿说的吗？我想说就是，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，不努力工作，找一份工作。谢谢你，加油吧，请回。我要是姑娘的爹妈看了这期节目，我就得把姑娘踏踏实实的拢回家里来。如果不给他这个男生做一些剧烈的方式的话，我觉得他改不了。来吧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他现在总是在控制我，通过各种方式来监视我。他总是喜欢标榜自己，还要拿这些来要求我。我真的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他安全感了。可他还是不知足。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，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赵22岁，来自天津学生；女嘉宾小李24岁，来自四川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谈了几年恋爱？1年多了。是异地是吧？对。咋认识的呀？我俩认识是在他毕业返校的时候我们认识的，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。很快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我也知道要异地了，然后很快我想就是作为男生嘛，作为一个表率，对吧？然后给他一个定心丸，带他见了我家长。见完之后没多久就异地了嘛，就是每天在学校给他报备啊这一系列的，就是逐渐我发现变本加厉的呢，就是越来越过分。给我手机，最后我才知道给我加了一个定位，他能24小时知道我在哪儿。那个根本就不是定位，那是手机上自带的一个查找。那你也是24小时知道我在哪儿。然后那次之后呢，就是有一次我去上课，刚到教室，他就给我一顿打电话，啊，那你到教室你为啥不给我发消息啊？我就很纳闷，我想他是怎么，我还没说话呢。然后当时我就哄他嘛，我说，哎，我怕你生气嘛，对吧？然后我想先哄他开心嘛。然后这就是骗我呀，对吧？他告诉我刚起床，结果他到教室了。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不一样呀。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那就是因为你说的不一样，所以我才装定位啊。那之前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天津工作嘛，然后我在天津上学，那个时候就我们俩快300天纪念日了，然后我想给他准备个惊喜，把我一群朋友叫着，我想布这个场景嘛，他们也在这出谋划策，为了我俩好嘛。那一天呢，确实也是没怎么给他发消息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今天有事比较忙，我们正布置呢，直接一顿敲门，你快出来，怎么样？然后我就知道是他，我就开门去了嘛。开门之后
进来之后，每个屋一顿找，就跟做了我对不起他的事儿一样。你都没说全，我当时来天津是为了他才来这边，结果那一天消失了1天。那我是为啥？我给你布置场景啊，对吧？我跟你说了我在忙啊，然后他就通过定位给我一顿找，找完之后惊喜也没有了，我朋友们都很尴尬在这边看着，这样我就感觉每天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我一样，对吧？我觉得报备是正常，是分享日常，但是你要说一些太过分的什么，你要是10秒、20秒不接我的视频，那我就要跟你吵架，我就得生气了。那你就是在外边有什么特殊情况了？完全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样。就我俩刚在一起之前啊，他给我立人设，说他自己是一个纯情小奶狗，没谈过恋爱，说我是他初恋。结果在一起后，我看他手机聊天记录，我发现跟我聊的和跟别的异性聊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也把那个聊天记录带来了，你看，这个是他跟别人聊天记录。那天看电影的女生怎么样了？哪个呀？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对吧？然后还得是你还有第2个呀？啊，没有，还是他。这油嘴滑舌的聊天记录就，不是跟谁在聊啊？就是跟别的异性。那不是在一起之前吗？但是你跟我说你没谈过对象呀？这是没有谈啊，我约去吃饭，对吧？然后去逛商场溜达一圈，我也没有谈恋爱呀。坏笑的表情啊，你看这是跟我聊天记录。然后他有时候啊，就是经常会用他的行为，就是说的话来压制我的行为。就有时候我工作，我跟同事去吃个饭，他都不让我去吃，他就跟我说啊，我自己没搞过对象，你是我的初恋。然后我呢会给你满满的安全感，但是你跟异性在一起呢，我就会吃醋，会害羞啊，会跟女生，他跟女生聊天害羞，我跟异性他会吃醋，所以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就要维护好这段感情的前提下，就是不应该跟异性有任何的关系，哪怕是加个微信，哪怕是我们同事聚餐，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的微信里面的男性好友少之又少，男同事我都要跟他报备，然后有时候给你报备完了以后，你是怎么回应我的？啊，你今天加可以没问题，我理解你，我理解你当时的这个感受，你们都同事没关系。结果到家以后跟我说，那我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没有加我的学妹，哎呀，我真的就是我想维护好我们的感情，我怕你会多想。这不就精神压制我吗？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做到呀！我没有精神压制你啊，这些都是我跟你说的正常的。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是精神压迫呢？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到你所说的呀，你没有做到。那都是之前的事情。那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是不是该报备跟你报备？对，是报备了。前2天不是天津下大雪吗？然后跟我说啊，我就跟室友去打雪仗，结果我就翻到学校的公众号视频上，你正和女生打雪仗。那到了操场之后，我不能说这边是男生，这边是女生，对吧？那我不能说这边人家来了之后，那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玩，那你多扫兴啊！你不是跟女生害羞吗？那和你说的完全立不住啊！那玩的时候我也没有单独跟女生去打雪仗，还是跟我舍友我们一起啊，对吧？说到单独，我又想起来，前段时间我约着去看演唱会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定情信物吧。就我们俩一直当时要去，但是因为票的原因没有去成。这个事情在我心里，我就觉得属于我们俩专属的纪念的记忆吧。然后我就发现他跟女生单独去看，座位都是在一起的。那一次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我姐买的呀，对吧？团购一起还便宜一点。我想就是在群里面问，然后就有人回复了，就直接去了。见面之后我才知道是个女生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对吧？跟你说完之后，然后你就在单独去呢？前提是我不知道啊。就反正他说的话，我就一点都不相信。就是我们就是公司，我当时入职了都已经快小半年了，然后当时我要团建，都是他跟我说。我担心你，我害怕失去你，我真的就不希望别人影响我们的感情，我真的就是两边为难。你总是就是让我感觉到，如果我去参加了，我就有点背叛你的意思。我想可能也是有时候是我想多了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发现好像并不是。怎么不是？我跟你之前说的，我说我有仪式感，对吧？你说300天我给你准备了，对吧？但是准备了一个小惊喜，但是也搅黄了呀。你太厉害了，他准备的啥小惊喜？我俩在一起1年了，给我准备的最佳女友的奖杯，然后小玩偶娃娃，那玩偶还没我巴掌大呢。要不就是你路边买什么东西送的，真的就很敷衍、很敷衍的礼物。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个正式的礼物，就是你跟我说谈恋爱要从一束花开始。但是你这一束花就是都是等到我跟他提了好多次，他才那我给你买束花，给你买个小蛋糕。如果我立的人设就是没谈过恋爱，那我怎么看你那个淘宝购物清单啊？自己的衣服少之又少，买的都是那精美的口红套盒。那是给我姐买的呀，对吧？就是
我在小时候他特别照顾我，对吧？然后我零花钱少，他就多给我一些零花钱。我就觉得现在大了之后，现在我也上学了，我手里面有一些零钱了。逢年过节，我说你喜欢什么？我说那个送你个礼物，他就直接把链接说我喜欢这个，对吧？但是你每次都什么啊？你猜吧，我喜欢什么？那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，那我怎么能知道是什么呀？你姐姐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姐姐也是女生啊，你送一样的呀。你买一样的给我呀。送一样的多没有新意。我想我送你的礼物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这爱也不是复制，不是粘贴呀，对吧？不是买一样的就是爱呀。那你说你没有衣服穿，那哪次是我问你了你要什么我才给你买的吗？就是很多都是小细节啊。那你每次买完之后，我有抱怨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吗？你买了之后我就说啊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对吧？那我还不也穿了，对吧？就真的，我就觉得这段恋爱就让我很心累。就他总是跟我说，我们要就是珍惜彼此，相遇很难。然后你知道最搞笑就是他经常在就他们班放一些我们俩恩爱的视频，让我感觉到，他是真心喜欢我，然后很专一，又带我见父母了，就是这一系列的让我觉得。好像，就是我是不是我多想了？就是你多想了呀。那你说我把我们的照片、视频，我给我班上那么多同学去看，我说你看我们这去哪儿？我还跟他们说，我说我们怎么样的，对吧？那我把你就是公之于众了，我也没有把你藏起来。那为什么你公之于众之后还会跟异性再单独去聊天呢？那我去聊天也是对接我学校里面的工作跟任务啊。哎呀，你们今天干嘛呀？就是。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让您来劝一劝他，让他信我一点。我不想现在这样，我受不了了，真的啊，受不了就走啊。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跟他好好谈啊。女生来干嘛呀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嘛，就是我也不清楚我们俩谈过恋爱吗？谈过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很照顾我。我问你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你们俩不是还异地吗？他怎么照顾你啊？那就是不爱嘛。是吧？我看今天这个编导专门来跟我说今天我们就主要就是要鉴定一下，说是一个什么清纯的男生，还是一个油滑的什么什么，啊，这有什么好鉴定的？无需鉴定啊！你现在还爱他吗？爱就好好相爱不就完了吗？哪那么多事儿啊？我现在就问你嘛，你找出来你怎么办呢？就那房间里就有一个女孩，你怎么办？那口红就不是给她姐买的，给别的女生买的，你坐实了就是送给莎娜的，这事儿你怎么办？可能就会离开吧。那就离开就好了呀。你现在他不在你身边，是不是他不在你眼里的时候你就很慌张？这就说明恋爱有问题了呀。不需要证明他是个什么呀，不需要证明啊。就是一个男人，你连这一点东西最基本的都没有，你还谈什么恋爱啊，姑娘？确实是初恋吗？啊，之前我是没有，就是这么正式的去谈过恋爱。哎，这话不对啊！是初恋吗？是，啊，是，啊，但是你谈过恋爱对吧？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对吧？之前也不算谈，别虚伪，还没有在一起，别虚伪，就是还没有在一起。所以你对初恋的标准是什么呀？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看感觉的人嘛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，我问你啊，那就是说，实际你也谈过很多段了，只是这个有感觉是吧？我要这么理解。也不是，也没有。所以你别绕啊，姑娘现在就烦你在绕啊，你不正面回答问题啊，是吧，姑娘？回答我，这是不是你初恋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接着问吧，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女生追你啊？有。心动没心动啊？没有，被我拒绝了。有的时候查岗查得烦的时候，心里烦不烦？想不想跟他分手？就是烦，我觉得确实是有烦，但是我没有想过跟他去分手，因为我你姐比你大几岁？大5岁。你姐比你大5岁，你姐谈过恋爱吗？谈过。你看过你姐谈恋爱吗？你跟你姐关系那么好，送那些东西，你不知道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所以人家讨厌你嘛。行吧，那我今天跟你说嘛，以前也撩拨过很多女生嘛，但是现在可能人家想在你这儿稳定嘛，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嘛？如果给我全部说的实话，我接受。就实话，就是这个实话了，接不接受？接受。在跟你谈恋爱期间，如果不是你看得紧的话，他可能心已经游移了嘛，因为他跟别的女生单独看过演唱会嘛。接不接受嘛？这事儿他错了嘛？接不接受嘛？所以俩没底线尊严的人谈什么恋爱啊？要什么自尊呢？别人要是给我这24小时的给我定位，对不起，你有多远有走多远，我再爱你我也受不了这事儿。
见父母的目的是啥呀？我觉得让他觉得我更加珍惜他，让他就是不是见父母为什么就更加珍惜了呢？这是什么逻辑？就是我家里面人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啊。哦，那咋了呢？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正常的家庭关系比较好的孩子谈个恋爱，跟父母说一声，这不代表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女孩回家说。你都没谈过恋爱，你怎么带嘛？所以你又说走嘴了嘛？是我主要是想把她带回家嘛，主要想把她带回家。对呀，你没带别人嘛，不代表你没谈过恋爱嘛。谎言就是这样被击穿的嘛，小子。为什么你认为带她去见父母是一个最高规格呢？不是你就这么认为的，是因为你以前谈的那些恋爱的女生，你没有带回家，你是有参照系和比照系的嘛。这不要撒谎嘛，人家要求就是你坦诚，又高又帅，不就喜欢这个吗？你喜欢，现在都喜欢。现在女生只要但凡这种就特别喜欢，像曲老师这种，你看，真是风向标。只要有个子，长得又瘦，是不是就喜欢他这样？高高帅帅的，还有啥好吗？未见得。你喜欢，别的女生也喜欢，对吧？所以竞争比较激烈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今天把实话跟人说了，就完了，没人追究。你现在喜不喜欢他吗？喜欢他。好，从今天重新开始嘛。你现在在四川吗？现在有时候在天津工作，因为我的工作比较流动性，做主持的，然后就是哪边有活动来哪边。行吧，来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如果恋爱最后变成了侦探和反侦探，说明你们的这种方式是不对的。不要谈爱与不爱，只要走在一起，曾经一定有过心动，现在还没有分开，也一定有不舍。但是相处的模式能决定你们走的有多远。假如说，男生送给的那个什么口红啊，比如说像山丹老师啊，打比方，刚主任说了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说的是可能会分手，为什么还要加上可能2个字呢？这就说明你的问题了。如果人家都给女孩送礼物了，就一定不是可能了，是必须要分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此刻流眼泪想表达什么呢？太累了。结果。太累了，你不愿意接受那个结果，你甚至知道也没有什么结果，但是你不愿意去面对，所以你对于分开前面就永远加上可能2字儿，甚至你觉得我如果经常能监控他，知道他干什么，在那一刻好像他还是属于我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他是不是你的了。只要有1秒没看到，你心里就是慌的，看到1秒你就觉得好像还存在，上瘾呐。才1年的恋爱谈成这个样子，从结果上从状态上来说，这就是错的嘛。男生呢，的确我们看起来都很帅气，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帅气的男生还要靠谎言去谈恋爱呢？有什么就是什么呗，我即使有过前任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一任就是他了，前任翻过去了，那咱就不能谈一个光明磊落的恋爱吗？你的自卑又源于哪儿呢？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说了太多以后，就是我怕他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啊，然后就你怕麻烦，怕他找你的茬，但是你这个怕你能躲得过去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因为怕一时的麻烦，最后惹到这儿来了更麻烦。如果一开始有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掩饰，可能那一刻他不高兴，那几天他就过去了，他还是我的。谈几次恋爱怎么了呢？但是你掩盖谈恋爱，这个就有问题。说给姐姐送东西，只要是能够给别人送东西，甭管是姐姐还是妹妹，那你就一定会给女朋友送东西，这个大家都能听明白。所以骗来骗去把自己给伤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们的恋爱谈成这个样子，那就不要再谈了，就说明你们有缘无分。如果今天来到这儿，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先从自己开始做起，以后不查了。如果需要查才是你的，那不查可能是别人的，这样的就赶紧让他走，不要去解释了。从今以后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从我做起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如果我觉得我的坦诚你能接受，咱们就在一起；不行，也趁早分开，
好吧，两位。每一个女生都是福尔摩斯，但是如果一段恋情当中把一个女人变成了福尔摩斯，那这段恋情就没有必要继续了，你就去当你的侦探就好了，你还谈什么恋爱呀？就是一开始我并不查他，一开始我就是很相信他，但是就是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导致我如今变成这样的。也就是所谓他给你立的人设，你发现哎，你跟你自己描述的这个不是一个人，对，那我们转身走就好了嘛。如果当你发现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，那就证明他有在欺骗你啊。当你发现你自己被欺骗一次的时候，你就要立刻标清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，我是不能被骗的那个人。如果你接受了他欺骗你这个行为，那么你再查他，你再找证据，你怎么着？你被伤害一次不够，你必须得刀子捅到你的心上才行，是吗？这不是找虐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多想了，还是事实是这样。所以你找这个证据的过程，你觉得你累吗？所以我觉得女孩在你这个年龄，这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的底线、你的原则非常的重要。就是你给我立的人设 OK， 我一开始是相信你的，没问题。但是当我发现你的行为与你的人设不符的时候，当我开始质疑的时候，那我立刻转身就走，我不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你再浪费下去，最后你就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，变成了一个爱怀疑、爱猜忌，然后最后你没有安全感，丧失自信。所以当发现这个男人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类型，或者他有欺骗行为，就立刻走就好了，没有其他的。这个年纪真的应该谈一个让你很舒服，然后你也能享受其中，真正你喜欢的人的这样的一场恋爱。而不是把自己熬成一个福尔摩斯，然后还在要这个要那个，就把自己搞得特别廉价了，对吧？明白了。行，就这样。男生，你做过对不起这女孩的事儿吗？没有。你的那个微信上写着我不太会和女孩相处，我信了，因为赵川老师说咱俩是一类人嘛。对吧？我什么时候说你俩是一类人？刚才说的嘛，是一类人。这个话太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高高帅帅是一类人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外形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不太会和女孩相处。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不，你听他后面。是，对，是。他是说相处了那么多都没处下来，所以不会相处，是这意思吧？的确，有了一定外表、身高优势的男生啊，会面临很多女孩异性的一种示好，不太会相处。的核心是不太能把控自己，你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这个女朋友，对吧？但是你无法拒绝和其他的女孩保持一定的边界感，你不够成熟，因为在你这个年龄，你是充满着对很多未知的好奇的，但你心里又想拥有一个专一的、优秀的，并且值得憧憬的这么一个女生一起走下去，你很纠结。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你要用技巧去套路这个女生，你仿佛是在说以身作则啊！你说了很多点，我怎么好怎么好，你就得像我一样。就比如说，你就不应该啊，去团建啊！你看我为你做到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你给他一定仪式感，300天的仪式感也好，还是见父母仪式感也好，你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，或者说你觉得这就现阶段我能够拿出来的足够的诚意。可是任何技巧在感情里面，一旦遇到对方的感受，任何技巧都不好使，不堪一击。因为你真真假假这些事情，在一个全身心为你付出的女生的心里是有感觉的，不仅要看你怎么说，更是要看你怎么去做。我相信你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你是带有诚意的，但是遇到但凡一点诱惑的时候，你就把持不住自己，你很无力，你很慌张，所以把自己试图打造成一个不真实的自己。但这一切我不认为是你对这个女生没有感情，只是你对自己不够有自信。你的确和一些女生边界感不够强，但这并不认为说你对你的女朋友没有真情，只是不够成熟。所以男生这段路都得要走的，你就必须得遇到一个特别决绝的，不被你的技巧所打动的那个女生，才能教育你说，哦，对待一份真情自己是要付出的。当有一天你自己真的去做到的时候，那会儿你遇到的
是真爱，就这样。就是为了燕子把所有的花花草草全烧了嘛？不仅烧了啊，我都不带看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了。哦，你跟他真是一类人，我跟你讲，一模一样，人家说的话都一样，我的天！说点真话就这么不能听吗？不能听能听。徐总特别能共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坐在这儿，我觉得你最共情的一次了，已经是，完全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姑娘，陆老师以后不会适合你的一辈子的，你未来还会找一个腿更长的，我就找了个腿更长的，是不是？陆老师是不是没有这种经验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你看我这腿短的。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觉得，第一，你的焦虑；第二，你的虚伪，都来自于你们强烈内耗之后的外显。这是现在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的内心有太剧烈的精神内耗，而这种过于剧烈的精神内耗，你执着于一点之后，就产生了大量的焦虑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生活里面有很多支撑？你把你生活里面的就大量的精神内耗宣泄到不同的支撑里面去之后，你的焦虑水平就会降下来。至于你也是，你的价值是什么？你找不到你的价值，小伙子，你失去了对于自我的一个评判标准，所以你才开始演这种东西，你才会有那么多的虚伪，不断的去加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设。但是你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面，你就看上去很虚伪。就好像是一个总是穿大人鞋的一个小孩演大人一样，演到最后你自己都相信了，我相信你自己都相信了。但事实呢？事实就在于你的内心对于自己的不足，是没有东西可以支撑你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别人为什么要喜欢你？除了你长得高一点之外，难道就靠这个外表一张皮囊，有几个人喜欢你，然后你再站在这个世界上面面对这些所有的姑娘，然后你就能沾沾自喜吗？你内心有很大的空虚，这种巨大的空虚感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的动作。出去找点事儿干，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，找自己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里面的价值，这个东西才是你未来真正需要的事情。就这样。坦诚吧，真诚吧，结局你们自己看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听完各位老师讲的以后，就是确实我内心也想了好多。之前确实不应该说去，跟你说那些有的没的，去立那些人设吧。确实我是想好好去跟你去谈一段恋爱，我想把你去领回家怎么样的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有未来，然后这样呢，我想就是，可能我说的我太完美一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真好，离不开我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但是现在听完老师说，确实好像也不是这样的。就像一个谎言说出来，可能要更多的谎言去给它圆过来，也是一样，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。所以说，这段时间我也有一直在好好去想，就想能够让你更加信任我，你们还是好好的。我再考虑一下。你说他是不会谈恋爱，还是太会谈了呢？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预测一下吧。分手的机会大，不过他们分手会很困难，所以今天预测双出。我怎么觉得女生不会出来了呢？男生出，女生不出。我觉得双出没问题。就双出啊，这样还得演啊，还得演，还得演。来，请开门。笑场，好了，别笑场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恋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别哭了，别哭。来，请亮灯。
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来来来，请回。只要认真去爱啊，其实他们就会幸福，祝他们幸福吧。是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同时，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